我讲他的衣服是北大2个字。真的啊？哎，你看嘛，那的北大，是不是北大？哎，这人家是北大姐姐哟，真是北大姐姐哟，这你也是北大的呀，你是北大姐姐呀。姐姐好。姐姐好。姐姐好，叫姐姐好，叫安安来，我抱一下，抱一下，北大的，北大姐姐抱一下，阿姨抱一下，我抱一下，北大姐姐，你们住到哪点了？我们隔壁的嘛，哦，隔壁啊，哦，就是在正中屋头的啊，正中院，啊，北大哟，北大，你看每个的奋斗目标是北大，不要顶太高了，你从小也没喊我读北大呀。阿文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潘妈妈只想在邻居面前晒晒女儿，一方面想告诉邻居他们家有孩子，另一方面也愿意和邻居们交流一下孩子的学习。生活上啊，你要个人要注意到30岁了，个人还是该那个把事业那段时间忙完了啊，还是要把个人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。每个人都有短板。对呀。我你晓得现在的离婚率到好多了，47%了，接近50%了。我懂的，但是不因为离婚率高都惧怕婚姻，而都不结婚，对不对？不，我又不是惧怕婚姻，只是说我一定要去找一个，我觉得是我适合的人，而且我觉得，我为啥子读了那么多书，然后婚姻跟读书多少无关。那倒也是哈，我为啥子去，就是说，我跟你说嘛，人跟植物、动物一样的，就是他在哪个阶段该干什么事，那绝对是。比如说那个，我同意你的观点，绝但是为啥子说哈？就是说，该到哪个那个阶段就干什么事。但是人跟植物又不一样，人有选择性。包括植物，它是在那个时候，它都自己自然的、大自然的都给它授粉了，它都结果了，对不对？这动物是一样的，等于说人没跟动物根本的本质都是没得区别的，但是人有选择性，它有主观能动性在里头。是，所以说那个也倒是。所以说你都随缘，你都不要有任何的。但是并不矛盾。我的举例噻，多得很嘛，大成功家马云，多得很嘛，你能够跟他比吗？马云是那个结了婚了过后才创立。李彦宏，你能够比吗？多得很的人，一举一大把。那句话你都说错了。虽然他们现在是在行业的顶尖，是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企业家哈，但是不代表未来我不能成为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企业家。我觉得你一定会成为。别个那些我周围的人都很羡慕我，说黄子玲的幸福指数最高了，女儿又那个优秀。其实啊，我有时候有苦难言，我女儿优秀归优秀，但是我有难言之隐。难言之隐是啥子啊？哎呀，难言之隐嘛，当然都是因为你，人家都喊我给吃一趟吃，你现在都30岁了，问有男朋友没得？我说一会儿有，一会儿没得，好，等于搞得我呀很尴尬。你看你们爸爸那个时候。好帅哟！你有点黑。他看起来好肥哟，那个时候，起码180吧。有。好胖。但是还是很帅。事业现在好高哦，帅得很。那是我们在大理山塔照的。还照得好哈。那张照得很好。那是在淄博那儿照的。你晓得我们买那个椅子有啥子用途没得嘛？我那天坐到上头打了会儿游戏，感觉很舒服。很舒服啊！那个是给婴儿坐的，很柔软。那个是小娃儿带婴儿坐的，而不是大娃儿坐的。真的，我一直以为是你们腰不好，都是专门买了一个那个。哎呀，坐一下。你不知道我们的良苦用心哦。我们买了很多，我们还买了那个，现在暂时可以拿给我打点游戏，坐到起很舒服。我们还买的有那个。感觉胜率都会高一些。我们还买的有那个叫啥子啊？就是那个英菲尼迪那个车上啊，那个婴儿座椅的话，比那个还要好一些，就是可以在车上用的，就是你搞快点买，都可以有用途的。全军出击！包裹。不吃。一次不吃。
二二。吃，输了。阿文原本准备回来找爸爸提款还账，但他最终却告诉爸爸妈妈，蜂蜜已经销售一空。第1年嘛，还在摸索经验，只赚了30多万。阿文后来很不好意思跟我说，他要留住爸爸最后的骄傲，还要留住一个北大女生最后的尊严。后来阿文取光了自己的银行卡，透支了信用卡，又借走了我们的8万备用金，才凑够8个村集体当年的分红款。再后来，为了履行一方产业带头人对低收入家庭孩子们的承诺，他又找我们借走了2万元。我排一下位置，看一下怎么往中间站。大家要笑哈，大家要笑。超级棒！过来，很棒，看不到，很棒。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，接下来的冬天很冷。因为被阿文借走了备用金，就地隔离在武陵山深处的摄制组更冷。唯一感到些许欣慰的是，阿文如期缴纳了分红款，他的事迹还上过共青团区委的公众号。油菜花又开了。一群都没得了。反正都没得用的。蜜蜂跑光了，人却跑不掉。北大女生搞垮深度贫困乡的扶贫项目，肯定上头条。协议租期还有9年。你看妈的，个人死了都直接掉到我身上，还嫌我不够惨。现在想找个倾诉的人都没得，好想挖个洞把自己埋了。因为疫情，回老家过年的刚哥刚嫂还没回来。其实以眼下的情况看，回不回都一样了。那天镜头外的我可能比阿文更加绝望。1年的跟拍契约正式到期，如果我把这样的内容剪辑出来发行，阿文能愿意吗？北大能高兴吗？再说了，他欠摄制组的10万块还没有还。
新冠疫情袭扰过后的武陵山区复归春意与活力，唯有山谷里的彩虹蜂场充满惆怅和绝望。阿文的甜蜜童话正在以一种最美丽的方式死去，这种结局似在意料之外，也在意料之中。毕竟飘在空中的仙女，即便是北大的，也照样有坠落的风险。就是因为没得技术不到位嘛，然后现在蜂场上一群蜂都没得了，然后就损失了。不懂。想要做好一件事情，光有一腔热血肯定是不得行的，你必须要懂那个技术，你懂了技术，那个事情才有可能成功。现在都是我不懂技术，都开始来做那个事情，现在都以失败而告终，还是现在也不晓得啷办。那些日子，我们的制片人也想挖个大坑，把导演卖掉。那段时间，山谷里的议论很直白。不敢说的了。啷个不是说啊？已经成了嘛，我没得事情。他那点学历拿到社会上了，他阅历来说，社会上的阅历跟学历啷个比来说，他都只有就跟他那些农村老大妈割草一样的，可能那些农村他老些那种学历跟人家割草的比起来的话，他比别个老大妈割草都比不到。接下来的2-3天，我们已无心关注阿文在干啥，因为预算已经见底，就算还有，继续这样的项目，意义何在呢？空的箱子进行消毒，高温消毒。第4天一大早，阿文咬着牙关告诉我，既然无路可退，就只能挣扎前行。他要重新开始。总结了一下，还是技术不行。莫为山有个高手，可能只有他才救得到我了。跟随阿文去往魔尾山的途中，我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。创业路上怎么可能没有悬崖和大坑？或许阿文的故事和我的记录才刚刚开始。这个下雨天戴草帽的人姓魏，是魔尾山上文武社区舞社的社长。他说下雨天没事儿，就来到蜂场上思考一下关于舞社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问题。魏社长很谦虚，他说当地人都称他魏队长，让我们叫他老魏就好了。你们吃饭没有？老魏把阿文带到养蜂高人的住处，就悄悄溜走了。他说他是高人的朋友，如果不是担心错过合作机会，他绝对不会带路。啊？有好大哟！就是没有。我看都没有完全修完的嘛。我钱了。这是要钱的吗？我来学习一下，想了解一下那个养蜂的那个，就是那些技术啊，还有一些产品啊那种。
春寒中的魔尾山很冷，这位隐居的世外高人鼻头很红，是那种肝肺火气很重的红。你现在都知道起来的吗？啊，有没有养蜂？没有嘞，带到起来干啥？回不了家呀。我来呀。啊。那你现在想不想继续就是做啊？我打听了很多人都推荐到你，翻过了层层的山才找到起那边。这位传说中的魔尾山隐士叫农七，重庆大族中峰世家第4代传人，排行第7。农七的老家在大族石刻所在的宝顶山下，毕生专注于中华蜜蜂。他说他在全亚洲养蜂界的江湖地位，基本相当于金庸笔下的丐帮帮主洪七公。武功很高，但已经习惯了没钱。农七说，他在宝顶山下经营合作社的时候，是重庆市劳动模范、致富带头人，也是全村老少口中的农七爷。5年前，因为垂涎魔尾山得天独厚的5辈子蜜源，企业扩张到武陵山区的彭水县。农期最辉煌的时候，蜂群上万，年产优质蜂蜜100多吨。也就是那一年，农期给一个朋友借款400多万，眼睛都没眨。1周之后，那个朋友进了监狱，他也没觉得有啥。对于农期来说，最致命的一击，莫过于中国蜂蜜市场开始真假难辨。他的100吨优质5辈子蜂蜜只卖出了白菜价，一步坠入600万债务泥潭。我也觉得现在市场上30块钱的蜂蜜啷个还生产得出来？满市场都是现在。后来，人们口中的七爷就变成了七娃子。而今的农期已经不做七爷好多年，当初的荣誉和辉煌早已看淡，他已经彻彻底底归隐了深山，因为他必须归隐。这地方还开了个亚洲峰会。你举办的啊？我是召集人，那儿是经过重庆市农委、重庆市人民政府发的跟农业部打了报告去，这样才发起来的。那个实验室不单是全国，整个亚洲所有的经济专家都来了那点的，开了一个关于蜂产业发展的一个大型论坛会，整个彭水的宾馆那些是全部是包完了的。那相当于那个时候是你人生的顶峰的，风光无限呐。那都是以前了。这是农期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。从此，外面有好多人开始牵挂着七娃子的下落。得知阿文也欠着几十万，农期眼中燃起的光芒瞬间暗淡了好多。面对阿文的诚意相邀，农期很委婉，他说不是不想帮他，是那18000块薪水根本不足以帮助他重出江湖，弄不好还会给阿文带来麻烦。临别的时候，农期特意告诉阿文，来了这么多人，还有录像，此处已非清净之地，我们一走，他就要转移到新的地方，继续隐居。阿文心里清楚，农期不愿合作，
是因为项目太小，不足以支撑起他东山再起的雄心。自古以来，得人才者得天下。从魔尾山归来之后，阿文突然有了和龙七一起下一盘大棋的野心。请将从喷水作为中国武陵山那块的中心，然后再往涪陵、乌龙涪陵、正安、吴川，然后往东边走的话，我们都是直接去恩施里、合丰、五峰那一条线，全部都是武陵山的乌贝子呈带状分布的。然后东南边的话，都往湖南的怀化、都是乌贝子呈带状，比较好的。如果说把那几个区域都整合起来的话，那么武陵山乌贝子经济走廊都可以形成了。然后定的那个点的话，应该是在雨盆水。我在全市嘛，也打听了很多专家呀，那些都跟我说，在食草方面，杨峰农事绝对是重庆最拿得出手的实践专家。要想我那个产业成功的话，我觉得还是需要他。正所谓蓝追绿隔层山，绿追蓝隔层纱。就是把追到手。一定要把它追到手，应该是那个意思。在访农期，阿文没去魔尾山，而是直奔农期的大族老家。他说，农期肯定已经转移了住处。这个季节去隐居，必须是个遮风挡雨的地方。自己做过了解，农期在大族还有不少废弃的厂房。也就是从那天起，我开始认识到，北大女生认真起来还真有几下子。哎呀，听说那栋楼的房子都遭那些窗子都遭那些讨债的人全部拆了，好大一栋房子哦，起码几千平，1、2、3、4层楼，楼砌起了，第一层楼都还没装好，上面那些啥子都没得。哇，要修恁个大2栋楼起来，确实不容易哦。龙总以前确实住得比较大，装修得也很好。龙总，嘿嘿，就是想上次盆水的，不是说那个没啥子，他主要是陪我。你不晓得我的情况。我现在都是拉起棒的。怕别个遭到啊？为啥你给我带棒子都没得？你想嘛，你现在拉起那么多账，但是你不做的话，你更没得钱还的嘛。慢慢的那个，慢慢的考虑着把的钱考，把的方向考虑好了。农期家住东岳村，就在重庆大族的宝顶山下。农氏家族养殖中蜂，已历经4代传承。农期的3个哥哥都是养蜂行业顶尖高手，守着祖传技术，过着稳定的小日子。唯有农期一心想要振兴中华小蜜蜂产业。从七爷到七娃，农期的经历就是中国经济从野蛮生长到大浪淘沙的缩影。最辉煌的时候，他虽然没敢把大族食客买过来建蜂场，
但他的中华小蜜蜂肯定在山顶佛像身边采过蜜。而今的宝顶山，一边是古代高僧留给全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一边就是当代农期留给全东岳村的中峰文化园遗址。你过了我，你没过跟他。好多年都没看到他了哈。真的没看到。10几年了。哎呀，我说是有几年没看到。你这他回收回来没见他到他，见不到，他没看到，是见不到，是怎么见到他？他都是黑了才可以。被农期轰出来之后，我们谎称讨债人，找东岳村的老乡们摸了一些农期的传奇故事。我们经常在一起，我现在跟着他的。我以前都找他要账，现在他欠我不还账，我就跟着他没有到。你是啥子嘛？要到我们那些哪，我们那些。你们欠不欠你们的账？我们住了合租，还有7、8千的没账。那时候还欠你们4000多。我们只7、8千。现在有希望了哈。有希望，他拿他的，没得嘛，你把要他命了。不可，我们都有好几年了，住了合租。欠了点4000多，你们家有没得？我们有7000多啊。现在我们其实哪个当时那个的，他是保证。去年8月28，农期深夜回家探望母亲，还没进到家门，就被20多个讨债人堵在院内，并由此引发了一场神奇的对峙事件。2伙人都是讨债的，讨债的发生冲突，打架。因为我们那方呢是作为想那些人债、钱就债就有希望。另一伙人很凶，他是社会上的那边的啥子都搞起来，整成我们整个对峙打起来了。这场剑拔弩张的对峙一直持续到大年初2。冲动一方离开好多天之后，还有一支由本地债主自发成立的护农小分队，在农期的家门口志愿巡逻。直到今天，这个年轻人依然很牵挂农期的人身安全。我们晚上2点3点随喊随到，虽然是你差了点钱不多嘎，好，我们还是想了那个你存在，那钱是肯定是稳当的，总有翻身之日，没到几年嘛。没也是这，他要还的，他那个将来看到我看到的，我咋子没发财了？老人他要拿的，他找个农去嘛。这个钱，咦，你们红路打出去了？你看你把那路啊，搞个半天。哦，就是在路花，不是呀。不要路。我一个月要送点这个了，没运动啊，天也没运动，那天，阿文和农期的交流一直持续到傍晚。阿文说，真正打动农期的是一个关于武陵山5辈子的战略构想。绵延与鄂湘前数百公里的武陵山区是天然蜜库，有以秋季盛开的5辈子花蜜最甜最补。彭水魔尾山地处武陵山区中心地带，也是世界苗人供奉蚩尤老祖的地方，养蜂习俗世代传承。彭水人养蜂只打5辈子蜜。阿文和农期决心以彭水为基点，打造中国武陵山5辈子蜂蜜经济走廊。那天，2位老板还讨论了合作第1年如何实现6000万产值的诸多细节问题，谁都没有请客吃饭。你们想一下，他当然也是有故事的人，长期吃茅台和中华，我们也跟着他一路吃了不少的茅台和中华。
哎。等个马上就过来了。